这个字呢，念我，我和你，我和他，我们。要理解现代的这个“我”字呢，要回溯到它的甲骨文时代。这个字呢，是我字的象形字。左边这个呢，像一个耙子，刃部有齿；右边这个呢，像一个手持的柄。整个字体加起来就是一个武器的象形字。同学们，大家看一下，这个象形字像不像《西游记》里面猪八戒手上拿的那个钉耙呢？所以，中国字的“我”这个字呢，原本的意义是手持的兵器，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拿起武器来保护好自己。这就是“我”字的含义，大家明白了吗？明白了。好，大家来看另外一个字，同样呢，它也是一个象形字。冰冰，就像一个圆形。你怎么在这儿？很像人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状。啊，这个字是日。我国的象形文字是来接小孟先生的吧？也是最形象、演变至今保存最。我是来接海棠的，不过我有点事想问你。什么事儿？坐。我想问问你洪恩的事情。这2年，我总觉得他变了。我去找过他几次，可他总躲着我。你也觉得他跟以前不一样了？珍珠，从我认识你开始，你们2个就是形影不离的。最近你怎么不黏他了？我一直觉得洪恩是一个身怀报国之志的有志青年，是以笔作战的英雄，是不惧强权、一身傲气之人。但现在看来，这应该是我一厢情愿希望他成为的样子。发生什么了？也没什么。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听我们家老头说，乌家坝执行避战，你们几乎升不了空。是啊。这日本人动不动就丢一个炸弹下来，而我们却还在想打还是不打。必须打。洪恩要有你这样的志气，也不会路越走越窄。彬彬，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是一位有志气、有勇气的有志青年。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大家回去记得把“我是中国人”这5个字回去默写10遍。好。好，下课。再见。回去记得默写啊。好。张启。张启，你怎么来了？最近不是风云备战吗？来看看你，
刚好听到你讲我字这一刻，讲的好不好？特别好。那我们去走走。嗯。前2天搞轰炸，我们这一片损失特别惨重。日机投了烧夷弹，一下就可以烧10到15分钟，燃烧温度可以达到3000°C，所以根本就没有灭火的可能。一旦有房屋着火，半条街都要遭殃。那你们还是不能升空阻击吗？依旧是避战，不让我们升空。海棠，作为军人，眼看着昆明被烧成废墟，却不能迎敌。重庆政府不想以卵击石，航空委员会那边更是一再强调，回购一架战机需要多少钱，培养一个飞行员花费的更加是天文数字。相反，老百姓的命在他们眼里却是一文不值。为了保留所谓的实力，龟缩在一角，让昆明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海棠，作为军人，我很难受。这不是你的错。你猜我为什么会想到要讲我字这一个？给你看的东西。这是群社同学自己出钱印的。论持久战，毛泽东。对。傅华同学都看这个。无论左中右哪一派，大家都看这个。民主墙那边，大家经常吵成一团，但就是这一篇，大家都是服的。你看这段，日本人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民众无组织状态。还有这儿，如果动员全中国老百姓的力量，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我们讨论过了，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手上有枪没枪，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国难面前，人人皆兵。所以，你是想让女校的同学也理解到，我们必须用武器来保护自己。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觉悟，中国如果只剩一座城市，我们也绝不轻易言败，绝不投降。就算日本人有战机、有坦克、有烧夷弹，又怎么样？我们也不怕他们。我的海棠，气势比那些官员强悍多了。毛先生这些文章写得太厉害了。他说了，抗日战争需要经过3个阶段：战略防守、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毛先生说，第2个阶段是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是一切的关键。中国能成为独立制国家，或是沦为殖民地，就要看这个阶段全民族的努力成果了。所以张琪，我们打的是持久战，不是一战定胜负。我虽然是女孩子，但却很有信心。你长大了。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英代立法可的2稿出来了。书稿丢失才7个月，这么快啊？是康先生帮林伯伯一起写的，而且如果只是复写的话，只需要4个月。他们这一次加了新的研究成果，才花7个月。林伯伯说了，这本书出来以后，可以与日本所谓的华夏幸氏腰斩正面对敌。林先生也是个斗士。林伯伯说，与豺狼对峙，不能躲避，不能惧怕，要迎着他的眼睛，狠揍他的鼻子。所以张琪，昆明不能成为你刚刚说的不设防城市，我们应该让敌方畏惧，让他们害怕。还有别的办法，
让他们不敢轻易冒犯我们吗？别的办法？晚霞在紫色里无声的死亡，黑暗击杀了最后的光。当一切浮身于残暴和淫威，矗立在原野上，是坚韧的骨墙。抗战期间，日军轰炸昆明及其附近地区共计142次。日军选择轰炸昆明，是因为昆明有2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是承担运输抗战物资、医疗用品、战争给养的抗日战略基地。因此，在抗战中，昆明是除重庆之外遭受轰炸最严重的省会城市。现在我们的飞机不允许升空，更应该想办法加强空中静态防御。有一种由浮油炸弹布下的纵深爆破，或许我们可以来试试。不过要形成纵深，就需要多架战机同时升空释放浮油炸弹。重庆811空战那天，第4大队同时升空6架战机释放炸弹，另外有45架霍克3、115、116同时对头攻击，这样我们出动了51架，对阵敌军87架，我们才获胜。不过我们现在不允许升空御敌，这个行动很难实施啊。我听说这个浮油炸弹了，就只在重庆升空用了2次，就已经被上面禁止了，说这对飞行员太危险了。那你们知不知道，14航空中队那边在搞气象气球？你是说，我们做一种变种的浮油炸弹？没错。既然不允许我们升空，咱们就用氢气球把炸弹给带上去。只要提前知道了敌机进入云南的方位、时间，再结合风向等因素综合考虑，就可以提前布好浮油炸弹。昆明4季盛行西南风，这点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那我们现在就要注意2个问题：一，敌机跟氢气球的飞行高度、速度以及被影响的因素；二，就这个炸弹区的纵深到底有多大，敌机会不会真的撞上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诱饵。通过几次交手，我发现，日本敌机战队他们有个顾忌，他们不重视编队，一旦看到我们的战机，就一窝蜂地冲上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以加以利用。没错，他们急于求胜，手段看起来凶猛，但实际却缺乏协同。所以我的计划是这样：咱们派一架例行直港战机升空，它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引敌机来追，把它引入咱们的炸弹区。这个计划好，上面不是不让升空迎敌吗？那咱们不开火，只负责逃还不行吗？我有个问题，说，我们上哪儿搞那么多氢气球？父亲，生产氢气的原料实在太少了，幸亏你想到了，从飞机上把铝投下来代替了，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你把你父亲看得也太蠢了，那点简单的化学难不到你父亲。父亲，这个是飞机的发动机设计图吧？长学问了。我跟你说，念桥，现在英国已经研究出了喷气式战斗机，用的是涡轮，速度能达到900，这真是不可思议啊！你父亲我脑子也不笨，我就不信我研究不出这种战机来。一定行。先生说的有道理，喷气式战机未来一定会取代螺旋桨机，而且一定是将来取胜的关键。先生，咱们有没有可能自己研究涡轮？那我在这干啥呢？
先生您看，这个公式能否应用在涡轮设计当中？你这么大本事，那你为啥不来干这个事儿啊？没事，我父亲就这性格。哎，曾老夫子，别叫我。哎，哎，教育部可是说了，只要你的音带律法考决定出版，他们就给学校拨款。现在学校窟窿是越来越大呀！啊，你得抓点紧。好，我抓紧时间校对。好，我现在马上去银行得落实一下，铺垫铺垫啊。好，老毛，好，交给你了啊。哎，诸位，现在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也就是最艰苦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北欧的2个国家，他们在面对侵略的时候，所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首先是丹麦，当德军进攻的时候，丹麦的军队仅抵抗了4个小时，就宣布全国投降。于是德军顺利地占领了丹麦。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挪威，本来德军是打算长驱直入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挪威的军队会做出了殊死的抵抗。在挪威的海岸线上，德国人甚至损失了他的巡洋舰。几个月之后，因为实力的悬殊，挪威国王哈康2世被迫带着他的政府转移到了北方。但是即便是在北方，他也依然坚持指挥着他的地下军队，抗击着入侵的德国人。哈康2世留下了最经典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屈服于侵略者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它不值得生存下去。我讲完了。好。浅英，跟爸爸回家，现在。爸爸，爸爸，你怎么了？爸爸，怎么了？爸，赶紧回家。爸，你别生气呀！太不像话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把自己的手绢给了曾剑桥，我怕是他把自己的心给了别人，他自己还不晓得呢。你就消消气吧。你跟女儿怎么都不对劲儿了，你就不能理性一点呀？我怎么理性啊？啊？你是没有看见他看别人那个眼神，还有他脸上那个笑。你养了他这么多年，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对你这么笑我？啊？我能不生气吗？我。哎，住手！你干什么呀？这个石杯子是我从北平一路背过来的，你要是把它摔坏了，你以后只能用碗喝水了。浅英从小就被你宠着，没有见过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再说女儿长大了，她早晚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人呢。她什么时候长大了？就是个孩子嘛。他不就是喜欢一枝花，喜欢小猫什么吗？那是孩子的心性。你先过来坐下。你想让浅英陪咱们一辈子啊？一辈子就一辈子，我养她。你看你说什么胡话？这个家里，谁是任性的孩子？嗯？浅英今年20岁了，虚岁。
我记得我17岁那年和你在一起的，你那个时候才25岁，跟曾家那小子差不多大吧？你要是不喜欢曾念桥，也行，咱们周围也有不少优秀的男孩子，你那些学生啊什么的，你找一些初中。行了，那还不如那个曾老夫子家的那小子呢。你呀，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南山，我是担心浅英要是真的出嫁了，离开这个家，那你说咱们这个家得多冷清啊！难道养了一女儿这么多年，难道等来的就是一场离别吗？你还记不记得我出嫁的那一天？我父亲一直在流眼泪，到后来给亲友致答谢词，几次哽咽，话都说不出来。后来这件事情一直被叔叔姑姑们当作笑话来说。我当然记得，他那天给人家敬酒，他手里拿着杯子，但是他这手一直在抖，酒洒了一半，别人就说他是故意的，不诚心。对对对。其实浅英是个好孩子啊，就算她出嫁了，她也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我们的，对吧？当然会。她永远都是我们的女儿，你也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男人。那当然。进来。爸爸，今天小鱼儿简直太香了。我不吃。爸爸，你写书辛苦了，得给你补补身体。爸爸不吃。哎呀，我为了给您煎鱼，险些烫破了手。你怎么回事啊？你烫哪儿了？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疼不疼啊？啊？是险些，爸爸。我就知道你关心我。你看你这孩子。我喂你一个。别，小心刺儿啊！香不香？居然还挺好吃。那当然了，我是妈妈的女儿嘛。简阳，真的是你做的吗？说实话。不是。我就知道吧，你怎么会做家务呢？哎，您不是也不会吗？您还不会煮饭。您上次换桌布还把墨水倒了一桌子，是不是？谁的女儿就随谁。我有这么多的优点，你为什么不学？为什么老说这些？真是的。你来一条。我不吃，你吃吧。哪来的小鱼啊？是曾念桥他们在溪水里捞的，第一锅就让女儿拿来孝敬你了。不吃。几条破毛鱼就想换走我们家闺女啊？太坏了吧！我看出来了，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你们母女两个人串通好了，是吧？就是骗我一个人，对吧？说话！哎，爸爸，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最疼浅英了。浅英第一个爱的人是爸爸，最爱的永远都是爸爸。你看啊，这可不是我教他的，这都是遗传你。怎么叫遗传我呢？当然遗传你了。你追我的时候说了多少肉麻的话呀？真的吗？说了什么？我听听。哎，我听听。你怎么当着孩子面讲这些呢？哎呀，爸爸，你说一说，我听听。别闹，浅英，真的，爸爸有2个问题要问你。
你是喜欢上曾念桥了是吧？可是那个臭小子他喜欢你吗？他不喜欢。不是，我没有问过。爸爸，是我做错了吗？我该怎么跟你说呢？你现在长大了，你真的准备好了去爱一个人。是的，是的，爸妈。千英，你没错，爸爸妈妈不会反对你的。好了，你先去睡觉吧，时候不早了啊。晚安，爸爸。晚安，妈妈。晚安。等等，拿着，多吃点。女儿的事儿是喜，不是愁。这次地怎一个愁字了得？哦，这书落高，落高显得有气势。爸，表哥来了。哦，坐坐坐坐坐。孟秘书长，白督办到。孟秘书长，白督办。哎呀，今天这场好事我是一定要来的。辛苦啊！老唐，我去前面看看。孟先生。孟秘书长，林教授看似只是编撰了殷代理法考证，为殷朝历朝君王。珍珠，坐这儿。但足以证明大圣朝确实存在。海棠，我也来帮你搬书吧。这了不起啊！你看，读书人虽是林教授，可孟也是呕心沥血相伴。对此书贡献最大的是林文月教授，还有逝去的金之烈教授。我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而已。啊，孟秘书长，我来给你引荐一下富滇新银行的胡行长。胡行长，你好。胡行长，我早就说过，富华一到昆明，云南满壁生辉呀。就这一本《殷代理法考》，就足以奠定了我们昆明为整个亚洲文化堡垒之地。白督办所言极是，我富滇新银行也没带什么贺礼，本票一张，随时成对。我先代表富华谢谢胡行长，请，请。林教授到。好，主角来了。辛苦各位，谢谢各位了。白督办，林教授，请。怎么样了？请。采访吧。没问题吧？欢迎林教授。报告，敌机进入云南境内，8架96陆攻22型，2架临时护航。曾念桥，风向正常，
指定地点释放浮油炸弹，今日这班战机等待开车命令。东95收到。动拐5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车。感谢各位能来到殷代立法考的发布现场，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民国19年，我和复华大学的金志烈教授，在河南安阳的小屯，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林先生，在，怕是在说假话吧？鄙人冈山信一。冈山先生是学者，也是远道而来的朋友，请大家稍安勿躁。冈山信一先生和我见过几次面。既然自称是学者，这里也是学术的殿堂，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冈山先生把要讲的话说出来。请。林先生，我不远千里从日本赴昆明，只为问先生几个问题。请讲。林先生可承认，《殷代历法考》一书是计算殷商历代先王在位时间和大事历法，理论的基础是架于金先生和林先生于民国19年发现的刻字龟甲、武丁甲，对吗？没错，武丁甲是非常重要的佐证。那林先生，你能拿出甲片吗？非常遗憾，在杭州丢失了。哦，所以说林先生并无佐证，对吗？那么殷代历法考从何而来呢？冈山先生，我们的论证是这样的：在龟甲上面找到真人的名字，在不同的龟甲上找到相同的真人名字，找到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通过实物、史料、史记进行二重论证。根据我们的推断，这个龟甲出自于殷商王朝的武丁时期。那么林先生又是如何断定武丁甲上的真人就是武丁王朝时期的真人呢？啊，是这样的，在武丁甲上面有3条刻痕，这3条刻痕的含义是兴衰息，它代表着一场流星雨，这和我们史料的记述是可以相互的印证。因为武丁王时期发生了一场浩大的流星雨现象，我们就此得出的结论，这个甲片就是出自于殷商王朝的武丁时期。那好，林先生，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兴衰息这3个字，为何不用甲骨文，而用刻痕？林先生，大家不要慌张，就地疏散。孟教授，让学生和教授们进团工作。林教授，
回你。回家了，走。东拐5，起飞。东拐5收到。高度3000，速度280。航向110，航向好，高度速度好。敌机即将进入昆明境内。看见敌机了，浮游炸弹准备完毕。东拐5引导，注意安全距离。敌机还有10秒进入负弹区域，准备引爆。これなんだ？気象気球か？一架96陆攻炸毁，一架96陆攻机翼受伤，敌机群撤离。风向怎么变了？东南方。糟了，浮游炸弹区发生向西北方向位移，失去空中屏障。重复，失去空中屏障。糟了，敌机群开始掉头了。马上东拐5赶紧回来！东拐5撤离，在内桥引爆剩余浮游炸弹，以免误伤民众。是，东95收到，立刻引爆。这是老天爷跟咱唱的对台戏啊！一会儿一上，张琪，你们已经尽力了。教育长，现在敌军士气正弱，韩光中队申请出战，还有2架零式呢，申请驳回。7号的惨剧难道要再发生一次吗？我教过你，忍。忍字，上刀下心。可如果一直忍，这把刀就会插进心里。娄氏德州无语吐蕃8次大战，那么唾面自干，到头来就只是个笑话。如果今天我们不乘胜追击，让敌人再次看到我们的怯懦，那整个大后方，在敌人眼里，就是唾手可得。不行，避战的大方针未变，你现在要升空对战，就是抗命。那就让我来抗这个命。今天这件事情，与教育长无关，与韩光中队也无关，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坐下吧。咱们这届的空气动力学，现在就剩下你们这7个人了。如果你们不是去赴死，就好好的学。将来咱们的国家需要科学啊！我讲到哪儿了？
空速过快可能产生油蒸气，堵塞油路。为了避免气塞，必须要使用沸点更高的煤油。好，好。来排好队啊！老头，快进去，快！排好队啊！大家快点儿！快快快！大家往里边走，快进去，快！排好队，保持秩序啊！咱们的飞机飞得好低呀！快，金豆，快！吴然，你说会不会别的地方还有新出来新这3个字？哎呀，你真是个痴人，赶紧走吧。山田は正しかったな。中国空軍もゼロ式の戦闘力の前では反撃する規模を失ってしまったようだ。下にいるのはみんな臆病者。今回俺たちの任務は無差別爆撃だ。どっちが先に命中するか。俺たち大日本帝国空軍とやり合いたいのか。身の程知らずのアホめ。在昆明的天空中，有一架中国战机只身迎敌，他试图驱逐8架日本敌机，哦，不是9架。全国人民为这位英勇的飞行员祈祷。肖总编，你看我这样开头如何？经典滚筒，西山号摆脱狙击。文远，你可千万不要受那冈山的影响。这个人，外称君子之名，内行苟且之事。就是因为阴代理法考出版了，他急了，所以故意过来给你捣乱的。阴代理法考，我从头至尾仔仔细细看，相当的严谨。啊，我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他的魂儿还在宜虚呢。海棠姐姐，有件事我没有搞明白，
那个新帅西是不是因为在甲骨文上有另一种写法，所以那个日本人不承认那就是新帅西？嗯，新帅西在甲骨文里面最常见的是这一种。这星字倒是有趣，倒像3根火炬。那那个日本人说的真人又怎么写啊？真人啊，我会写顶字，你看。这些都是早已破译公认的。啊，林伯伯，林伯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甲骨学家认定甲骨上的钻遭烧灼的痕迹，是真人用来占卜用的，所以他们认定甲骨文是用来记录卜辞的。但是因为我亲自制作过龟壳，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纹路做的一模一样，因为每一次纹路都是随机的。纹路？对，如果是随机的，那纹路便会有上千万种，这样一来，如何占卜啊？你接着讲下去。所以，大家公认的卜辞之说，会不会不一定是对的？海棠，不懂就别瞎问，这还没到半瓶子水就在这瞎逛呢。我觉得海棠说的有点道理。那也不能瞎说啊。老孟，治学的人啊是要辩证的看问题，同时也要具有质疑权威的能力。哎，你还记不记得乙骨派否定上古史的那段时间？咱们大学一夜之间所有古史课本全改，待民国25年，考古重大发现，对应《史记》当中的殷本纪，才知道商代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多所大学开课前又换回教材，这便是在探索之中治学。所以说，海棠说的不一定都对，但是他的思维模式却值得鼓励。林伯伯，冈山说，如果您教不出武丁甲，那您的殷代历法考就不作数。其实，让我再想想。你讲的是有道理的。东拐5报告飞行高度，高度4000。东拐5拉升至编队高度。东拐5拉升，西山号以1滴9，撑不了多久的。东拐5拉升，就死吧！西山号左翼中弹，腋下37中弹，发动机罩中弹。何をする気だ？俺たちの機体に体当たりする気だ！早くよけろ！右方向から中国空機の襲撃！敌机失去战斗力。西山号，洞95到达编队高度，与你并肩作战。东拐5到达编队高度，与你并肩作战。
申请执行飞行修仙。洞95度拐5，剪刀交叉，机尾掩护。我拉高2万，临时过载这下发动机可能失灵。等我拉俯冲，你们找机会干他。你散热器撑得住吗？干就完了。击落了一架零式，击落一架，太好了！洞拐5续航时间10分钟。洞拐5返航，重复，洞拐5，立刻返航。无论多强大的对手，都必然有他的弱点。96陆攻22型的弱点就在他的护尾机枪处，这儿是他的视线盲区。咱们从后方负高度进入，自下向上追击敌方尾部。奴らは逃げたぞ。又击落了一架96陆攻，好。报告教育长，我军此役以3敌11，在浮油炸弹助力下，击伤一架零式战机，击伤3架96陆攻，成功驱离敌机群。我方一架霍克3被击伤。好，马上报告给重庆。是。把发布会开完，剩下的事儿以后再说。啊。林先生，我们还是说回发布会的主题吧。像《英代历法考》这样的著作，国人期待已久，它的作用不亚于刚刚升空迎敌的战机。同样，它也给那些试图颠倒黑白的文化入侵者以痛击。说得好，我是金融界代表，我今儿代表金融界向富华大学捐款。我这副行长，对不起，我得先说2句。好，诸位，大家都知道，我林文月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这一生追求的是做人的自由和做学问的严谨。我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兴衰息这3个字，如果在甲骨和青铜器上找不到相同的表述，那这个单独的论点，它不能成立。冈山信一先生刚才的疑问是对的，我要跟大家说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再给我一些时间。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宣布，《英代历法考》停止发行。林教授的意思是，《英代历法考》这本书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小小的疏漏，但是丝毫不会影响。你也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如果连基本论证都不能成立的话，那这本书就要推翻。林文月，你应该支持我。父亲，
吴行长，拍个照。林先生，您果真是一生不说假话，谢谢您。呵呵。父亲，我觉得林伯伯这样做是对的。林伯伯，我支持你。林伯伯，是不是只要把2张拓片缀合在一起，就能找到因为破裂而失去的甲骨文了？对，我就是在找兴帅熙在甲骨文还有经文上面相同的表述。可是爸爸，风华历史系的拓片并不齐全呀。如果不在这些拓片里面怎么办？所以啊，你妈不是去了重庆吗？我跟史语所申请了，把所有的甲骨文还有青铜器拓片，都复制一份带过来。这可是个大工程。这样吧，林伯伯，我之后一下学就来帮你一块缀合。不仅仅是缀合，阴代历法的计算是非常复杂的，动不动就是20几位数字，而且不仅仅是一遍，要反复的演算。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专题的数学组？那我去找数学系的高伯伯来帮忙，他搞了一个手摇算筹，听说比算盘可快多了。是。那再建立一个天文组怎么样？把我们国家历史上的6种历法全都拿出来做相互考证。好啊。那这可不得了，算得爸爸头发都白了，都不见得算得出来。我再找些同学帮你爸爸一块儿，人多力量大。浅言啊，爸爸考你一下，这是什么字？认得吗？这是妃子，看，像不像2只翅膀？哎，爸，念巧哥哥他们这次冲天作战可太振奋人心了。我好多男同学都说像他们一样参军去呢。爸，我有点想转系了。我想从物理学转到空气动力学。我想以后帮念巧哥哥他们修飞机。念巧哥哥，念巧哥哥，你不能因为念巧哥哥把你自己的专业都改了吧？啊？都在哪？在。进来。念巧哥哥，说曹操，曹操到。来了。来了啊！念巧，你怎么来了？哦，我是去找我父亲拿浮油炸弹的高空测试，顺路过来看您的。去看师傅，我跟你一块儿去。林伯伯，我能带琴去看我父亲吗？走，快。哎。千英啊，我经常梦到你刚刚那样的笑声。念巧哥哥，你知道我爸为什么让你送我去我师傅那儿吗？哦，可能是让你监督我父亲吃饭吧。不是，他自己也不好好吃饭，我还得监督他呢。那可能是嫌藏务室里太吵了吧？才不是。那我也猜不到了。我爸他不反对我喜欢你了。千英啊，在天上作战是所有军种里面最危险的。其实我不希望你喜欢上我这样的人。晚了，我从小就喜欢你，一直喜欢。你说的这些我不怕，
元英姐、海棠姐，我们都一样，只要真心喜欢一个人，就不会怕。只是，燕桥哥哥，你喜不喜欢我？我喜欢的。那是哥哥喜欢妹妹那样，还是启哥哥喜欢海棠姐那样？钱呀，其实我……你是曾念桥？我是。跟我们走一趟。